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。这一章我们要讲解《道德经》的第19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这一章在全书中的位置可以说是十分关键的，它像是一柄锋利的刀，毫不犹豫地划开了层层文明的外壳，试图回到一个更本质、更真实的人性状态。老子在这里提出的主张看似极端，甚至乍听之下会让人感到不安，因为他劝我们去决胜气智、决人气义、决巧气力。这些字眼每一个单独拎出来，都像是在挑战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累积的价值观。但越是挑战性强的语句，往往越能促使我们深入思考，它究竟是在否定什么，又是在建构什么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逻辑？更进一步，他们对我们当下的社会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先逐句来看。老子一开篇就说：“决胜气智，民利百倍。”这里的圣指的是所谓圣人，也就是被视为最有智慧、最值得尊敬的那一类人。智则是指巧智、聪明才智，尤其是那种过度被社会推崇的精巧算计。老子建议要彻底地断绝圣人之名，放弃巧智之行。他甚至用决和气这样的词，表达出极强的决绝。这不是让人降低思维能力，而是强调一种根本性的社会改革，一种放下对权威知识、形式理智的依赖，回归到本质经验和生活感知的社会状态。在老子的逻辑中，圣与智并不一定带来真实的利益，它们反而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。当一个社会过度推崇所谓的智慧人物，便容易导致话语权的垄断和知识阶级的产生，而这种垄断会让普通人感到疏离，甚至被排除在制度与话语之外。更进一步，这种精英知识的构建过程常常伴随着权力操作，而不是单纯的真理探索。老子看穿了这一点，他意识到，所谓圣智并不总是造福社会，有时反而成为操纵民众的工具。因此，当我们从根本上否定这些形式时，反而能让百姓真正获得100倍的利益，也就是获得实际的生活改善。第二句，决人气义，民复孝慈。我们很容易把仁和义这2个词与高尚品德联系在一起，尤其是在儒家传统中，它们是构成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词汇。然而，老子此处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主张要断绝仁义。为什么？这是因为在老子的眼中，当社会开始大讲仁义时，反而说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已经出现裂痕，真正自然的亲情关系根本不需要外在的道德标签来维系。如果父母对孩子的爱需要借助仁义来约束，那其实已经偏离了人性原初的温情。换句话说，仁义的兴起是因为原本自然的孝慈已经衰退，所以老子的态度非常明确，与其建立一个依赖抽象伦理的社会，不如恢复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关系。所谓民复孝慈，并不是通过道德教化实现的，而是当那些外在框架被剥除之后，人们重新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温情纽带。这其实是一种对道德虚伪性的深刻批判，它不是反对人性中的善，而是反对用制度化语言去规训善。接下来的第3句是决巧气力，盗贼无有。巧是指工巧，是那种能够制造、装饰、谋算的能力；利是指利益和功利心。老子认为，这些能力一旦被过度使用，反而会产生副作用。社会上那些精于算计的人，为了追求利益，不断发明新的手段，而这些手段的使用又刺激了贪欲，最终导致盗贼横行。你越强调巧计与利得，越是促进了对资源和权力的竞争，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。今天我们观察现实世界，不难发现这一点的现实印证。当一个社会过度追求科技创新，
商业利润时，确实也常常带来贫富差距、环境破坏、职业异化等问题。本来科技是为人服务的工具，但当技术成为目的本身，当技巧的掌握被视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时，那些不掌握技术的人就被边缘化了。于是我们看到有些人陷入贫困，有些人铤而走险，这就是盗贼无有的反面写照。老子并不反对人拥有能力，而是反对以巧取胜、以利为先的社会导向。他相信，当一个社会不再崇尚巧技与利益，而是以朴素为本，盗贼这种社会病症自然就会消失。这种逻辑其实非常现代，它和当代反消费主义、简约生活、美德伦理的思想不谋而合。但是老子并没有止步于提出这三种绝的社会改革方案，他接着说：“此三者以为文不足。”这里的文不是指文章，而是指形式、装饰和表面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光靠否定还不够，必须提出一个正向的生活方式，让人有所依归。因此他补充道：“故令有所属，见素抱朴，少思寡欲，绝学无忧。”这句话里的见素抱朴是一种高度概括的理想人格状态。素是未经染色的丝，是原始状态；朴是未加工的木头，是自然本性。这两者都强调的是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。老子认为，一个理想的人不应是满脑子策略和概念，而是应当保持内心的纯净与生活的简朴。而见素意味着认清最本质的东西，抱朴则意味着坚定地守住这些本质。少思寡欲则是道家思想中反复强调的内容。一个人的私心越多，欲望越重，就越容易陷入痛苦和纷争。而在当代社会，这样的提醒也具有深远的意义。我们生活在一个鼓励消费、推动欲望、夸大自我价值的时代，每一个人似乎都要不断证明自己、标榜自己、扩展自己。然而，这种持续的欲望驱动让人感到疲惫和焦虑。老子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彻底不同的思路：不求多得而求安住，不贪纵欲望而是减少欲望的根源。最后一句绝学无忧是本章的收束。这里的学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学习，而更多指的是人为构建的知识体系、教条制度和社会规范。老子说要绝学，并不是反对知识，而是反对那种偏离本性的学问。很多时候，所谓的学教，为了我们如何比较、如何竞争、如何通过话语操纵他人，却没有教我们如何安顿自己，如何与天地自然相处。也正因此，真正的无忧，并不是靠掌握知识，而是靠摆脱依赖知识所建立的体系。这一思想在今天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教育制度、社会评价体系、知识分配结构等问题都有启发。综合来看，这一章的核心精神是破除形式，回归本质，是对社会繁文缛节与道德伪饰的批判，也是对一个更自由、更平等、更真实的人类状态的追求。在老子的愿景中，人们不需要被高高在上的圣人指引，也不需要靠虚构的仁义维持秩序，更不需要用巧技和利润来定义价值。相反，我们需要的是见素抱朴、少思寡欲、绝学无忧。这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向，也是一种道义层面的根本性觉醒。我们放眼当今社会，虽然有着无数制度化的组织、标准化的知识、系统化的道德教育，但很多人依旧陷于焦虑与困顿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老子的建议显得尤为珍贵。他没有告诉我们去建设一个怎样的制度，而是提示我们去解构那些原本被视为不可动摇的观念。他让我们意识到，真正的幸福和秩序不是来自管控和制度，而是来自每一个个体与自身、他人、自然之间的真实连结。这种真实不需要伪装，
也不需要包装，它只是纯粹的存在着。而正因为这一章如此深刻地触及了人性、道德、制度与欲望的交界点，它也为我们通往下一章打开了新的视野。如果说第19章是在质疑文明与制度的价值，下一章则更进一步，开始探索什么是真正的道。在下一章中，老子将以为之与阿相去几何为起点，展开一场关于语言、是非与政治操控的深层解构。这不仅是对现实话语系统的挑战，也是对人类认知方式的根本反思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